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两岸爱情故事，主角是上海女强人夏青和台湾男士林志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对彼此的误解可能会成为爱情的绊脚石，而真相往往会让人大跌眼镜。夏青今年32岁，是上海一家知名跨国企业的市场总监，年薪破100万。拥有自己的豪华公寓和一辆奔驰轿车，在外人眼中，她是令人羡慕的成功女性代表。但鲜少有人知道，夏青的成长道路极为坎坷。她出生在江苏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抚养她和弟弟长大。为了供2个孩子上学，她母亲吃尽了苦头，日夜操劳导致身体每况愈下。我16岁那年，妈妈确诊了重病，我不得不一边读高中一边打工赚钱。夏青告诉我，那段时间她经常累到趴在桌子上睡着，但她从不向别人诉苦。我知道只有靠自己才能改变命运。凭借惊人的毅力，夏青不仅考上了上海的重点大学，还在大学期间自学了英语和日语，毕业后直接进入外企工作。10年来，她拼命工作，一步步爬到了管理层位置。终于实现了经济独立，也让母亲过上了舒适的生活。然而，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为夏青带来感情上的幸运。她曾有过2段失败的恋情，一个男友因为无法忍受她的工作压力和时间紧张而选择分手，另一个则是在她事业起步期啃了她3年后，转身娶了富家女。这些经历让我对感情变得非常谨慎，甚至有点冷漠。夏青苦笑着说，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眼光太高，可我只是不想再受伤了。去年，在母亲和亲友的一再催促下，35岁的夏青终于松口，答应参加相亲活动。但她给自己设定了严格的条件，对方必须有稳定的事业，经济基础相当，最好是上海本地人，这样将来生活各方面都会方便些。谁知道缘分总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悄然而至。去年10月，夏青因公司业务需要前往台北出差，这是她第一次踏上台湾这片土地。说实话，虽然台湾离大陆很近，但在去之前，我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电视剧和新闻里。夏青坦言，出差第3天，夏青因为一个重要项目的突发问题，不得不临时召开线上会议。当时她正在台北一家咖啡厅里，正当她为网络连接不稳定而焦虑时，一个温和的男声从身旁传来，需要帮忙吗？这个男人就是林志豪，40岁，台湾花莲人，他身高180公分，皮肤略黑，看起来十分健康阳光，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牛仔裤，脚上是一双看起来有些年头的休闲鞋。林志豪二话不说，立即帮夏青解决了网络问题，还主动让出自己靠窗的位置给他开会。会议结束后，夏青诚恳地向他道谢，并坚持请他喝咖啡。那杯咖啡聊了3个小时，夏青回忆道，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能够如此专注倾听的人，仿佛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值得他全神贯注。林志豪告诉夏青，他在台湾经营着一家农产品公司，主要将台湾东部的优质农产品销往全球。听到农产品3个字，夏青心里不禁打了个问号。在他的认知里，做农业似乎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行业。但他很快被林志豪对工作的热情所感染。他谈起台湾的自然环境、有机农业和可持续发展时，眼睛里闪烁着光芒。那种对土地的热爱和责任感让我印象深刻，夏青说。短短几天的台北之行结束后，夏青回到上海，本以为这段跨海交流到此为止，没想到林志豪隔天就通过微信联系他，并表示他下个月会到上海参加一个农产品展览会，希望能再次见面。我当时想，反正也就是吃个饭，全当交个朋友。夏青笑着说。1个月后，林志豪如约而至。让夏青意外的是，林志豪没有住5星级酒店，而是选择了一家普通的商务酒店。当时我心里嘀咕，是不是经济条件有限啊？夏青回忆道。林志豪邀请夏青一起参观他参展的摊位。夏青看到的是一个不算大的展位，摆放着各种台湾特产，阿里山高山茶、花莲的有机大米、台东的热带水果干等等。我问他生意做得怎么样，他说还行，能养活自己。夏青当时心想，
这可能就是两岸经济差距的体现吧。作为一个在大城市打拼多年的职场女性，夏青已经习惯了上海快节奏、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对方这种看似小打小闹的生意，确实让她有些怀疑两人是否合适。但林志豪的真诚和体贴还是打动了她。接下来的几天，他们一起逛了外滩、豫园、田子坊等上海的著名景点。他对我的城市充满了好奇和赞美，而不是像很多人那样喋喋不休地拿台北和上海比较。这一点让夏青非常欣赏。临走前的晚上，林志豪在外滩向夏青表白了。我知道我们相识的时间不长，但我真的被你吸引了。你聪明、独立、坚强，我希望能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你。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表白，夏青犹豫了。他坦言自己对跨地区恋爱一直持谨慎态度，更何况是跨海峡。你在台湾，我在上海，两地相隔800多公里，这样的感情要怎么维系？林志豪看着长江的夜景，微笑着说，距离对真心来说不是问题。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经常来上海见你，也希望你有机会去台湾，看看我生活的地方。就这样，他们开始了跨海峡的恋爱。恋爱初期，两人几乎每天都会视频通话，林志豪会细心地询问夏青工作中的点滴，而夏青也慢慢了解到林志豪的日常。早上5点起床，去农田和果园巡视，然后处理公司事务，晚上9点就寝。这种简单而规律的生活方式与夏青熬夜加班、社交应酬的节奏形成鲜明对比。老实说，刚开始我有点担心他是不是太乡土了。夏青坦言，尤其是当他告诉我他住在花莲，不是在台北时，我心里更没底了。在大多数大陆人的印象中，台北是台湾最发达的城市，而其他地区，特别是东部的花莲、台东等地，总给人一种偏远落后的感觉，夏青也不例外。另一方面，林志豪的家人得知他在恋爱对象是大陆姑娘后，也表达了担忧。我爸妈直接问我，他会不会只是冲着户口来的？林志豪苦笑道，他们那一代人对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90年代，总觉得大陆姑娘嫁到台湾就是为了生活条件。这种相互的偏见和误解成为了两人关系中的第一道坎。除了观念上的差异，两人在生活习惯上也存在不少冲突。夏青习惯了上海的精致生活，周末逛高级商场，和朋友在米其林餐厅聚会，假期去国外旅游。而林志豪则钟情于简单的乐趣，爬山、钓鱼，在家做饭，假期最多去台湾其他县市走走。有一次视频，我看到他穿着5、6年前的 T 恤，我说咱们都是有经济能力的人了，别这么节省。结果他特别认真地跟我解释说，这件衣服质量很好，还能穿就不用换。夏青说，当时我就觉得这种朴素的价值观跟我追求品质生活的理念有很大差距。尽管如此，林志豪身上那份真诚和踏实还是深深吸引着夏青。他每个月都会抽时间飞到上海陪她，从不因为工作忙或路途远而找借口。他也会精心准备一些台湾的特产带给夏青和他的家人，虽然不是名贵礼品，但都是他亲自挑选的当季最好的水果和茶叶。他有一种特别纯粹的品质，做事情不是为了表面光鲜，而是发自内心的想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夏青感慨道，这在现在浮躁的社会里其实很难得。恋爱3个月后，夏青决定向母亲介绍林志豪。他的母亲王阿姨一听说女儿交了个台湾男友，第一反应是，台湾不是比大陆落后吗？你怎么找了个台湾的？夏青试图解释台湾的经济其实很发达，但王阿姨显然有自己的看法。我看电视上说台湾现在经济不行，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薪水也低。你在上海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要找外地人？更何况是台湾的。当夏青提到林志豪是做农产品生意的时候，王阿姨更是直接表示反对。农民，那不就是种田的吗？你爸爸就是因为种田累死的，我好不容易把你培养成城里人，你怎么又要回到农村去？无论夏青怎么解释，王阿姨始终无法接受女儿可能会嫁到台湾乡下去。你现在在上海过得好好的，有车有房有事业，干嘛要去台湾受苦？王阿姨坚决地说。与此同时，林志豪那边的情况也不乐观。他的父母林伯伯和林伯母听说儿子交了个上海女友，第一反应是担心夏青是个拜金女，
我爸妈那一代人对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早期，觉得大陆女生嫁到台湾就是为了物质条件好。林志豪解释道。加上这些年媒体上关于大陆剩女、上海女人眼高手低的报道，他们担心你是那种看不上台湾男生薪资水平的类型。林伯父甚至直言不讳地问，他知道你不是住在台北的高楼大厦里吗？知道你每天要去田里转悠吗？上海女孩能接受台湾东部的生活方式吗？这种双方家庭的阻力给两人的感情蒙上了一层阴影。除了家人的反对，夏青自己心里也有一个难以言说的疑虑，如果真的发展下去，将来是不是要去台湾生活？他对台湾的印象主要来自于媒体报道和电视剧，对实际的生活状况知之甚少。我心里最担心的是，万一去了台湾才发现那边的生活条件真的比不上上海，我该怎么办？夏青坦言，我辛辛苦苦打拼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有了现在的生活品质，实在不愿意再回到艰苦的日子。同时，他也担心自己在台湾会不会被歧视。我听说有些台湾人对大陆人有偏见，称呼我们为大陆妹，好像带有一种轻视的意味。这种担忧让他在憧憬未来的同时，也充满了不安。林志豪知道夏青的顾虑后，多次邀请他去台湾玩，希望能亲眼看看真实的台湾生活。但夏青总是以工作忙为由推脱。其实我是害怕去了之后发现我们的差距太大，感情会因此破裂。夏青说，不如维持现状，至少还能多享受一段温馨的恋爱，就这样。两人的关系维持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中。林志豪每月飞来上海陪夏青，而夏青始终没有踏上台湾的土地。恋爱半年后，林志豪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建议，青青，我们这样两地分居不是长久之计。我想请你来台湾住一段时间，真正了解我的生活和工作。如果你觉得合适，我们就考虑下一步。如果你不习惯，我也可以考虑来上海发展。这个提议让夏青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一方面，她确实爱上了这个诚恳踏实的台湾男人；另一方面，她又害怕面对可能的失望和不适应。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夏青回忆道，我不知道该不该赌这一把。万一去了台湾，发现那边真的太落后，我该怎么办？但如果因为这种未知的恐惧放弃这段感情，我又会不会后悔？经过1个月的思想斗争，夏青最终做出了决定，她要亲自去台湾看一看，不能再凭借想象和偏见做判断了。我想清楚了，与其整天胡思乱想，不如亲眼去看。如果真的不合适，及时止损也好过一直纠结。夏青说。就这样，在恋爱7个月后，夏青第一次踏上了前往台湾花莲的旅程，准备面对她最大的恐惧，偏远落后的台湾乡下生活。当飞机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时，夏青的心情既紧张又期待。林志豪亲自来接机，他们计划先在台北停留2天，然后再前往花莲。台北的现代化程度完全超出了夏青的预期，干净整洁的街道，便捷的公共交通，丰富多彩的夜市文化，以及处处可见的创意设计，都让夏青对台湾的第一印象极为正面。我发现自己对台湾的认知存在很大偏差，夏青承认。台北的现代化程度一点不比上海差，只是城市规模小一些，但生活品质甚至更高。2天后，他们搭乘火车前往花莲。当列车沿着太平洋海岸线行驶时，窗外壮丽的海景让夏青惊叹不已。那是我见过最美的风景之一，蔚蓝的海水，陡峭的悬崖，茂密的森林，美得让人窒息。而当他们到达花莲时，夏青发现这座城市虽然不如台北繁华，但有着独特的魅力，空气清新，节奏悠闲，处处充满了文艺气息。街上的咖啡馆、文创店和小吃摊都展现出一种与大都市不同的生活美学。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很多台北人周末都喜欢来花莲。夏青说，这里就像是一个治愈心灵的桃源。然而，真正让夏青震惊的是林志豪带他去的家。当林志豪的车驶离花莲市区，沿着东海岸公路向南行驶时，夏青看到窗外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和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大约半小时后，车子拐进了一条私人道路，穿过一片茂密的果林，最终停在了一幢现代风格的别墅前。到家了，林志豪微笑着说。夏青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景象，这是一座占地近1000平的豪华庄园，
主建筑是一栋3层高的现代风格别墅，全玻璃落地窗设计，从客厅可以直接眺望太平洋。庄园内还有游泳池、网球场和一个小型高尔夫练习场。这是你家？夏青惊讶的几乎说不出话来。林志豪笑着点点头。是啊，怎么样，还喜欢吗？夏青这才明白，他对台湾，尤其是对林志豪的认知有多么大的误解。其实我们公司不只是卖农产品那么简单。林志豪带着夏青参观庄园时解释道，我们是台湾最大的有机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商之一，在日本、美国和欧洲都有市场。这片土地是我爷爷那一辈开始经营的，从最初的小农场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他指着远处连绵的果园和农田，看到那边了吗？整片东海岸这一带有一半的农地都是我们家的。我爸退休前是农业科技公司的创始人，研发了多项农业专利技术。我大学学的是农业科技和国际贸易，回来接管家族事业后又拓展了外销渠道。夏青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农产品公司在台湾可以是一个年营业额上亿的大企业，而务农也可以是一项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之前我都没有详细跟你解释过我的工作和家庭背景，一是觉得说太多像是在炫耀，二是想看看你是否真的喜欢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表面的条件。林志豪温柔地说。夏青心中五味杂陈，他为自己之前的固执和偏见感到惭愧，同时对林志豪的体贴和用心感到无比感动。接下来的一周，林志豪带着夏青走遍了花莲的各个角落。夏青惊讶地发现，所谓的台湾乡下其实处处都充满了现代化设施和人文气息。花莲虽然人口不多，但拥有完善的医疗、教育和文化设施。街上随处可见高档咖啡厅、创意餐厅和精品店。当地人的生活节奏虽然比大城市慢，但生活品质却丝毫不差。这里虽然没有上海的繁华和快节奏，但有更纯净的空气、更美丽的自然风光以及更悠闲的生活方式。林志豪说，很多台北的富人都会选择在花莲买别墅，作为度假和养老的地方。夏青也参观了林志豪的公司总部，一座现代化的办公大楼，配备了先进的农产品检测实验室和物流中心。公司员工超过200人，其中不乏从台湾顶尖大学毕业的农业科技专家和国际贸易精英。我们的有机认证是全球最严格的，日本和欧盟都承认的，产品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林志豪骄傲地介绍道，尤其是我们的高山茶和热带水果，在日本市场非常受欢迎。夏青这才意识到，他对台湾农业的认知有多么狭隘。在他的想象中，农业就是传统的种田，辛苦又落后，而实际上，台湾的农业早已实现了高度现代化和国际化，是一个充满科技含量和商业价值的朝阳产业。其实台湾和大陆一样，都有繁华的城市，也有宁静的乡村，有富裕的人群，也有生活困难的家庭。林志豪说，两地之间的差异更多体现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上，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水平。这句话让夏青陷入了沉思。他回想起自己在上海的生活，虽然物质条件优越，但日复一日的加班、应酬和通勤也让他身心俱疲。而在花莲这几天，他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在。或许生活的本质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怎样生活。夏青心想，在花莲的最后一天晚上，林志豪在家中为夏青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席间他小心翼翼地问道，青青，这几天在花莲的感觉怎么样？能适应这里的生活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触动了夏青内心深处的情绪。他想起自己之前对台湾的偏见，想起母亲强烈的反对，想起自己内心的挣扎，一时间百感交集，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我真的很抱歉，夏青哽咽着说，我之前对台湾有那么多误解，还担心这边生活条件不好，现在才发现自己是多么无知和狭隘。他越说越激动，我不是嫌弃台湾，我只是害怕再回到小时候那种艰苦的日子。我爸爸就是因为在农村过度劳累才早早离世的，我不想历史重演。林志豪静静地听着，然后轻轻握住他的手。我都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顾虑和担忧，这很正常。重要的是，我们愿意敞开心扉，相互理解。其实我也有担忧，
林之豪坦言，我担心你会觉得花莲太无聊，难以适应这里的生活节奏。我担心你会想念上海的繁华和精彩。我甚至担心，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了，你会不会因为思念家乡和亲人而感到痛苦？这番真诚的交流让两人的感情更加深厚。夏青感受到的不仅是爱情，还有一种被完全理解和接纳的安全感。之豪，谢谢你包容我的不成熟和偏见。夏青擦干眼泪，认真地说，这几天在花莲，我感受到的幸福比在上海任何时候都多。我愿意为了我们的未来去尝试改变和适应。林志豪温柔地笑了，其实我们有很多选择，不一定非要定居在某一个地方。我的事业可以让我有足够的自由来安排时间和行程。我们可以在上海和花莲之间找到平衡点。台湾之行后，夏青回到上海，决定正面解决家人的阻力问题。他先是把在台湾拍的照片和视频整理好，详细地向母亲介绍了真实的台湾生活。妈，台湾不是您想象的那样落后，尤其是林志豪家，条件比我们好太多了。夏青耐心地解释，他不是什么普通农民，而是拥有大型农业企业的企业家。王阿姨起初还是将信将疑，但看到女儿脸上幸福的表情，态度渐渐软化，只要她对你好，能让你幸福，妈妈就放心了。不过你要是嫁过去，能经常回来看我吗？夏青连忙答应，当然，而且志豪说了，我们可以两地都有家，你也可以常去台湾住。与此同时，林志豪也在向家人证明夏青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拜金女。他请父母看了夏青的工作证明和财产证明，让他们知道夏青在经济上完全独立，并不需要依靠林家的财富。更重要的是，林伯父和林伯母通过视频见到了夏青，被她坦率真诚的性格打动。这姑娘说话做事很实在，不像是会算计的人，林伯父评价道。就这样，两边的家庭终于放下了偏见，开始接受这段跨海峡的爱情。1年后，林志豪和夏青在上海和花莲分别举行了婚礼，两地的亲友都送上了真挚的祝福。婚后，他们决定采取双城生活的模式，在花莲拥有一个宁静舒适的家，同时在上海保留夏青的公寓，两地来回居住。林志豪的事业扩展到了大陆，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而夏青则从原来的公司辞职，加入了林志豪的企业，负责开拓大陆市场。以前我总以为幸福应该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夏青对我说，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幸福是找到能包容和理解你的人，然后一起创造属于你们的生活方式。林志豪则笑着补充，最重要的是打破偏见，用开放的心态去了解对方的世界。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远，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跨出那一步。当林志豪的车驶离花莲市区，沿着东海岸公路向南行驶时，夏青看到窗外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和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大约半小时后，车子拐进了一条私人道路，穿过一片茂密的果林，最终停在了一幢现代风格的别墅前。到家了，林志豪微笑着说。夏青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景象，这是一座占地近1000平的豪华庄园，主建筑是一栋3层高的现代风格别墅，全玻璃落地窗设计，从客厅可以直接眺望太平洋。庄园内还有游泳池、网球场和一个小型高尔夫练习场。这是你家？夏青惊讶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林志豪笑着点点头，是啊，怎么样，还喜欢吗？夏青这才明白，他对台湾，尤其是对林志豪的认知有多么大的误解。其实我们公司不只是卖农产品那么简单。林志豪带着夏青参观庄园时解释道，我们是台湾最大的有机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商之一，在日本、美国和欧洲都有市场。这片土地是我爷爷那一辈开始经营的，从最初的小农场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他指着远处连绵的果园和农田，看到那边了吗？整片东海岸这一带有一半的农地都是我们家的。我爸退休前是农业科技公司的创始人，研发了多项农业专利技术。我大学学的是农业科技和国际贸易，回来接管家族事业后又拓展了外销渠道。夏青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农产品公司在台湾可以是一个年营业额上亿的大企业，而务农也可以是一项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之前我都没有详细跟你解释过我的工作和家庭背景，
一是觉得说太多像是在炫耀，二是想看看你是否真的喜欢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表面的条件。林志豪温柔地说，夏青心中五味杂陈。他为自己之前的固执和偏见感到惭愧，同时对林志豪的体贴和用心感到无比感动。接下来的一周，林志豪带着夏青走遍了花莲的各个角落。夏青惊讶地发现，所谓的台湾乡下其实处处都充满了现代化设施和人文气息。花莲虽然人口不多，但拥有完善的医疗、教育和文化设施。街上随处可见高档咖啡厅、创意餐厅和精品店。当地人的生活节奏虽然比大城市慢，但生活品质却丝毫不差。这里虽然没有上海的繁华和快节奏，但有更纯净的空气、更美丽的自然风光以及更悠闲的生活方式。林志豪说，很多台北的富人都会选择在花莲买别墅，作为度假和养老的地方。夏青也参观了林志豪的公司总部，一座现代化的办公大楼，配备了先进的农产品检测实验室和物流中心。公司员工超过200人，其中不乏从台湾顶尖大学毕业的农业科技专家和国际贸易精英。我们的有机认证是全球最严格的，日本和欧盟都承认的，产品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林志豪骄傲地介绍道，尤其是我们的高山茶和热带水果，在日本市场非常受欢迎。夏青这才意识到，他对台湾农业的认知有多么狭隘。在他的想象中，农业就是传统的种田，辛苦又落后，而实际上，台湾的农业早已实现了高度现代化和国际化，是一个充满科技含量和商业价值的朝阳产业。